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幸福到万家今晚开播，赵丽颖挑战闹婚漏俗。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6月29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沈杰群由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执导，赵东陵编剧，赵丽颖、刘薇、唐曾领衔主演，罗晋特邀出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将于今晚开播，登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黄金档首播，优酷每晚22点整同步播出。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根据陈元彬的长篇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该剧讲述了农村姑娘和幸福赵丽颖历经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验后不断成长，从农村走进城市，再从城市回归农村，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励志故事。在今晚的首播剧情中，何幸福以万家庄新媳妇的身份登场，却在大喜之日因闹婚事件与万家庄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产生冲突。然而，这场闹剧却不是往常，迫于村内人情社会的面子而不了了之，新与旧的碰撞就此拉开序幕。何幸福要个说法，辩个对错的坚持，如同投向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泛起了移风易俗的波澜，打破了万家庄沿袭多年的陈规陋习。今日发布的预告片以一人、一家、一村庄的成长史、变化史、发展史为线，串起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你就是那种移风易俗、提倡精神文明的斗士。开场一句话点明何幸福的鲜明形象，他为公道法理锲而不舍，坚持到底。而王庆来虽然认可妻子何幸福当家，但得过且过，不得罪人才是他们王家作为小门小户在万家庄的生存之道。村支书万善堂的一句“我要是就不给你说法呢”，预示了何幸福的抗争之路注定坎坷。同时，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和幸福的公婆王有德、桂枝等或张扬跋扈、或谨小慎微的人物，也体现出村民们法治意识的缺失。面对家庭的犹豫和阻拦，村民的顽固和守旧，何幸福始终没有放弃，在追求公平正义、循理循法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幸福到万家由东阳春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东阳当代时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光影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阳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赵丽颖幸福到万家今晚播出，配角都是实力派，肯定有你想追的。警察荣誉完结之后，不知道有多少喜欢现实题材的观众陷入了剧荒。尽管这类题材的受众群体相较于古装剧没有那么庞大，但高品质的国产剧大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单单是今年播出的剧作中，就有人世间和警察荣誉2部。以小见大的警察荣誉，让观众用全新的眼光审视民警群体的同时，也看到了不少人间真实。故事人物的成功是最大加分项，编剧赵东陵功不可没。而同为赵东陵编剧的幸福到万家也因此拉高了大家的期待值，有了它在剧情层面上的真实性，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不过，这部剧的优势又何止于此？拍了一部《甄嬛传》火了10几年的郑晓龙佳作频出，这一次将在《幸福到万家》中担任导演，这无疑是对剧集品质的双重保障。这部由赵丽颖主演的新剧也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剧作将于今晚播出，2大看点不容错过。01与时俱进，展现新时代农村面貌，描摹新时代女性。距离我们较近的成功的农村题材剧作是由正午阳光推出的《山海情》。这部作品将贫穷的西海固风貌展现给观众，将一代人的拼搏付出，最终带领着西海固富起来的故事讲述的生动又具体，成为年度爆款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温暖的味道》等作品，也是聚焦乡村发展。幸福到万家与《山海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农村面貌，
这部作品改编自秋菊打官司，巩俐版呈现的乡村环境还是旧的模样，也只在讲述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打官司的艰难，但幸福到万家却要做到与时俱进。何幸福与村支书万善堂之间的矛盾不断，起因于何幸福嫁到万家庄之后，因未婚闹的原因一上来就为了妹妹打了村支书儿子的头，就此结下了梁子。而何幸福嫁到的王家，在万字姓村民居多的万家庄只是小门小户，何幸福一人难挡悠悠众口。矛盾再次升级是村里要建保健厂，何幸福因为王家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款，与万善堂打官司获胜。而这背后反映的也是农村发展的经济模式改革，已经不局限于农耕种地，而是发展其他的产业。何幸福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后，与丈夫外出打工，重新回到万家庄后开启了民宿，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也是为新农村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这些内容显然是聚焦新时代农村的风貌，与秋菊打官司的农村景象可谓截然不同。同样结合了当下时代潮流的另一大亮点在于，这部剧集展现乡村发展以及小人物命运转折的同时，也描摹了新时代女性不愿墨守成规、独立又清醒的一面。剧中何幸福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她打官司不是为了多要钱、占便宜，而是讨个公道，该多少就是多少，讲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不任人宰割，也不受欺负。在王家这样一个遇事只会忍气吞声，认为只要不得罪书记就万事大吉的家庭中，何幸福对自己心中是非善恶的坚持更显难能可贵。明明婚闹受委屈的是自家的妹妹，何幸福的婆婆指责她闯下大祸，公公认为何幸福嫁到王家是来败家的，而丈夫也话里话外的埋怨她得罪了书记以后日子怎么过。但预告片中的何幸福就是倔强的坚持自己，书记的儿子怎么了？如此过分的婚闹也不应该，万善堂是书记又如何？他在做正确的事，没有伤人也没有害人，照样能够该吃吃，该喝喝，属于他的公道再难也要讨回来。拍好女性题材难上加难，正在热播的《梦话录》也存在着不少关于女性话题讨论的争议。但透过预告片中何幸福这一角色的所作所为，她避不开人情世故，也有面对众人指责时怕连累家人出走，但她的身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新时代女性的精气神。02转型85花加实力派戏骨，类型剧演技天花板。郑晓龙和赵东玲坐镇的幸福到万家在品质层面上自然不会让大家失望，这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实则是看赵丽颖。如今85花都在寻求转型，接连不断地尝试自己并不拿手的题材，而这其中最为成功的莫过于赵丽颖。不单单是她选剧的眼光更加精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赵丽颖的演技经得起观众考量。凭借着古装剧人气大噪的赵丽颖，因为《花千骨》《楚乔传》等作品给观众留下了固有印象，但角色适配度与赵丽颖最高的是《知否知否》中的明兰，倔强又清醒，稳重又果敢，与赵丽颖本人十分相似。浑身写着不认输的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何幸福这一角色，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本色出演。虽然她身材娇小，又是看起来甜美清纯的长相，笑起来一脸的无公害，但她替妹妹讨公道时的霸道模样，又足以让人相信何幸福就是那个敢与世俗和不公平叫板的人，演技很有代入感。谁是凶手没能让赵丽颖再出爆款，但幸福到万家有望让她再打一场漂亮的转型之战。除了这位主角之外，剧中的配角也都是实力派，组合到一起堪称类型剧的演技天花板，肯定有你想追的。比如在剧中饰演律师关涛的罗晋，虽不是男主角，但却是何幸福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人物。这一次作为特别主演的他戏份占比并不多，却让人很是期待，毕竟罗晋的演技水准有目共睹，早已做到了演什么像什么。
在《扫黑风暴》中饰演大反派的王志飞，这一次在《幸福到万家》中惊喜亮相。在乡村题材的剧集中，没有绝对的反派，但却有复杂的人物。王志飞饰演的角色很难不让人好奇心爆棚。与赵丽颖对手戏最多的刘威，各类题材均驾轻就熟，出演过不少正剧，也能够将反差极大的幽默诙谐角色演绎出别样的味道。这一次饰演古板但又并非绝对坏的书记，刘威又要贡献神级演技水准了。还有唐岑、冯雷、宋嘉伦、曹征、张喜前等演员，无一例外都是热播影视剧中的黄金配角。有了好故事，又有了撑起演技水准的演员阵容，幸福到万家有望成为又一部爆款现实题材剧。幸福到万家赵丽颖又彪又美，婚纱造型优雅，跟罗晋对手戏耐看。终于等到颖宝新剧了，这次幸福到万家是由郑晓龙导演执导的，两人时隔多年再次合作，掀起了无数回忆。该剧讲述了农村姑娘和幸福在生活的泥沼里孜孜不倦奋斗的励志故事。从剧名的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和幸福努力将平凡的幸福带到千万家，而当红女艺人赵丽颖无疑就是最大的看点。女主角和幸福性格勇敢坚韧，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内心却豁达又通透，敢于对讨厌的人或事说不，是一个外表温和内心硬核的女子。海报中赵丽颖有白色婚纱造型，她为了保护妹妹不惜大闹婚礼现场，姿态显得又美又彪。而赵丽颖后期跟实力派小生罗晋之间还有对手戏，也是一抹不容错过的亮点所在。虽然农村姑娘和幸福内心朴实无华，但也难掩纯净大方的气质。她总是待人热忱，喜欢用最乐观的姿态好好生活。面对村子里的各种封建陋习，和幸福非常看不惯，于是在婚礼现场大闹，还准备打一场官司。第一任丈夫性格怯弱，没什么主见和想法，关键时刻也支灵不起来，这让何幸福倍感无可奈何。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何幸福辗转来到了城市打工。刚开始她什么都不会，遭到了不少冷眼和嘲笑。但何幸福内心深处绝不轻易服输，她利用业余时间好好学习和充电，读书成为了打发无聊时光最好的方式。偶然的机会，何幸福与律师关涛不期而遇，关涛非常欣赏何幸福那种坚韧不拔的姿态。在众人眼里，关涛年轻有为，谈吐有修养不凡，性格还正直善良。他们年龄相当，经历却截然不同。后来何幸福在关涛的帮助下，终于让日子渐渐好转起来，两人之间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重新回到故乡之后，何幸福忘记了之前的种种恩怨是非，他运用自己的见识和想法，带领着村民们共同致富。确定了心中的梦想之后，何幸福每天都活得很快乐自在，他脸上总是洋溢着天真的笑容，看不到生活的风霜雨雪。一起致富的路其实并不平坦，何幸福遇到了重重难关和考验，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而是踏踏实实的研究方案，最后豁然开朗，赚到不少钱。随着父老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蒸蒸日上，何幸福也开始考虑到自己的感情归宿，到底是要继续拼搏事业，还是要再结婚呢？两条路都不容易，但现实总是如此，何幸福只能考虑到更远的将来。关涛虽然才华横溢，也优秀出众，但何幸福渴望拥有势均力敌的爱情，他们互相欣赏，彼此关照，默默激励，一路始终相扶相持。总而言之，这次非常期待赵丽颖和罗晋之间的对手戏。